教室内，小树蛙与狐狸猫正在聊天。狐狸猫说，他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小树蛙好奇地问，是什么问题呢？不妨说来听听吧。狐狸猫说自己最近在追一部电视剧，刚好演到火灾的场景。剧中主角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救火。看到这一幕，狐狸猫就在想，这是不是代表二氧化碳可以扑灭所有的火灾呢？小树蛙推了推眼镜说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来做一个燃烧实验吧，实验后你就会知道了。狐狸猫听到后高兴地表示赞成。首先，为了要确认二氧化碳究竟能不能将火熄灭，小树蛙先用打火机点燃线香，并将点燃的线香放入装有二氧化碳的广口瓶中。实验结果发现，原本燃烧旺盛的线香在装有二氧化碳的广口瓶中快速熄灭，这也验证了二氧化碳确实可以灭火。接着，小树蛙拿了一些金属镁袋，将镁袋用酒精灯点燃，并放入装有二氧化碳及少量水的广口瓶中。狐狸猫发现，镁袋竟然没有像线香那样快速熄灭，反而是继续燃烧了一下子才熄灭呢。小树蛙说，依照镁袋燃烧实验的结果，镁在二氧化碳中是可以继续燃烧的，因此未来在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前，一定要注意起火原因是什么，并不是所有的火灾都适合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哦。接着，小树蛙问狐狸猫，知不知道刚才的镁袋燃烧实验是发生了哪种反应呢？狐狸猫认真地想了想，他觉得可能是氧化反应，因为在前一堂课他学到燃烧是一种氧化反应。小树蛙称赞狐狸猫回答得很棒，但是刚才的实验除了氧化反应之外，其实还有还原反应哦。小树蛙请狐狸猫再仔细观察刚才实验的广口瓶，在内瓶壁上可以发现有一些小小的黑点，这些黑点是二氧化碳燃烧后产生的碳，也就是还原反应的产物。听完小树蛙的话，狐狸猫疑惑地问，还原反应那是什么啊？我还是不太明白。小树蛙接着解释，在上一堂课中，我们学习到所谓的氧化反应，是指物质与氧结合的反应，像是木炭燃烧、铁丁生锈等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氧化反应。在刚才的镁袋燃烧实验中，镁燃烧后形成白色的氧化镁，这个与氧结合的过程，我们可以称为氧化反应。而二氧化碳在反应之后变成黑色的碳，这个失去氧的过程，我们可以称为还原反应。简单来说，氧化反应就是物质得到氧，而还原反应则是物质失去氧。解释完后，小树蛙请狐狸猫试着在黑板上写下刚才实验的化学反应式。狐狸猫首先在黑板写下镁跟二氧化碳两个反应物，接着写下氧化镁跟碳这两个生成物。观察黑板上的化学反应式，可以发现镁与氧结合后会形成氧化镁，这就是氧化反应。而二氧化碳在过程中会失去氧，形成碳，则属于还原反应。小树蛙拍拍手，称赞狐狸猫刚才在黑板写下正确的反应式。这时，狐狸猫突然灵光一闪，想到了一个结论，那就是当发生氧化反应时，必定会同时发生还原反应吧。小树蛙称赞狐狸猫学得真快，而且逻辑也很清楚呢。但是狐狸猫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它刚才在观察镁袋燃烧实验时，发现广口瓶中会加一些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小树蛙解释，这是因为镁在燃烧的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光与热，如果没有装一些水在广口瓶内的话，会让瓶内温度剧烈的上升，这样很容易发生爆炸，非常的危险哦。
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。物质与氧结合形成氧化物，称为氧化反应。氧化物失去氧，称为还原反应。氧化与还原必定同时相伴发生，这种涉及氧得失的化学反应称为氧化还原反应。镁带燃烧实验中，镁与二氧化碳中的氧反应形成氧化镁，为氧化反应，而二氧化碳失去氧，则为还原反应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。由于自然界中的金属多以化合物形式存在，因此人们会利用氧化与还原的原理来提炼金属，这个过程称为冶炼。想一想，除了冶炼之外，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氧化还原的应用呢？